过碳酸钠、小苏打粉这些清洁用品很好用，但你确定都用对了吗？该不会道听途说用错方法踩雷了吧？用错不但没效果，搞不好还会伤材质。今天我们就来破除那些似是而非的留言，用对的方法让你打扫更轻松哦。记得影片要看到最后，哇加油小惊喜要送你哦！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你知道吗？日本超人气100元品牌 Watt 现在正式登陆台湾喽，而且直接进驻7门市，不用飞日本，走到巷口就能逛。走进店里，马上就能看到超整齐的 Watt 货架，从厨房小物、卫浴用品到收纳好物，通通都有，种类超齐全，日系控绝对会逛到失心疯。不知道家里附近哪家7门市有 Watt 吗？直接上网查电子地图，选择 Watt， 立刻找到最近的门市货架，超方便。这次还推出几款超实用新品，像是马桶清洁凝胶，轻轻一挤，除臭又杀菌，厕所天天香香的。怎么样？瓶底总是有残留液体，直接丢掉又好浪费。不残留按压瓶，底部设计成圆锥形，液体可以集中在底部，就算只剩一点，也不容易残留在瓶内。洗发精、沐浴乳当然要用到最后一滴才划算。猫奴必收的猫咪冷冻袋，分装食材超方便，有 S、M 2种尺寸可以选择，还有超可爱的猫咪造型水槽清洁海绵，疗愈到舍不得用。快叫朋友一起来7门市逛 Watt， 把好物通通带回家吧！现在最夯的清洁产品，非过碳酸钠莫属啦。过碳酸钠确实很好用，不过很多人有个迷思，就是什么都可以用过碳酸钠泡一泡就干净，但真的什么都能用过碳酸钠处理吗？过碳酸钠超好用，什么都能清，什么都能泡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过碳酸钠是一种氧系漂白剂，虽然不是漂白水，但加水后会产生氧气和碳酸钠，并且在水中释放过氧化氢，也就是双氧水。这个化学反应让过碳酸钠有清洁、漂白跟消毒的去污力，而且天然成分安全无毒，适合用于居家清洁。过碳酸钠虽然超强，但不是无敌，不是什么都能清洁。铝制品、天然食材、木制品、真皮皮革、电子产品、油漆墙面等都不适合用过碳酸钠清洁，例如大同电锅的铝盖、铝制的雪平锅等，这些铝制品都不能用过碳酸钠处理。天然食材，木头用过碳酸钠会侵蚀表面，用在木头上还可能会变白。另外，衣服被彩色笔、油性笔画到，用过碳酸钠也是洗不掉的哦。有人说过碳酸钠粉直接擦去污效果更好，这是错的，千万别这样做。过碳酸钠虽然是清洁利器，但用过碳酸钠粉直接擦拭物品，有可能磨损物品表面。玻璃、不锈钢、电镀材质的项链等，直接使用过碳酸钠粉可能会把这些物品刮花，所以千万记得，过碳酸钠绝对不能直接擦、干刷。还有，皮肤碰到浓缩的过碳酸钠粉末，容易发痒、干裂，尤其有伤口的话还会刺痛，所以使用时最好戴上手套，保护双手，以免过敏。过碳酸钠的正确用法是，把过碳酸钠粉溶于40到60度的温水再使用，比例大约是1公升温水加10克过碳酸钠粉，完全溶解之后再用，这样既安全又有效。满满茶垢的马克杯，倒入温水后加1匙过碳酸钠粉，过碳酸钠遇水反应产生气泡，开始分解污垢，浸泡30分钟后把杯子冲洗干净。你看，杯子的茶垢全都不见了，完全不用费力刷，超赞！保温杯的不锈钢内胆也可以这样做，充满咖啡渍、茶渍的保温杯，倒入温水后加入过碳酸钠粉，一样泡半个小时后冲洗，超级干净了。跟之前比对一下，真的效果惊人。要更轻松快速，可以在琉璃台泡1桶过碳酸钠水，把要清洁的物品直接浸泡在里面。除了杯子、餐盘等食器之外，有脏污的塑胶制沥水篮、沾染了食物颜色的砧板，甚至脏抹布，都可以浸泡过碳酸钠水，大概30分钟就够。如果污垢很厚，可以泡1小时。泡好后拿起来，杯子整圈茶垢几乎都不见了，洗碗篮、砧板的脏污去掉一大半。
看看这条抹布变得超干净，简直像新的一样。泡过后的物品记得彻底冲洗干净，过碳酸钠去污效果真的超好，难怪大受欢迎。除了茶垢之外，过碳酸钠最好用的清洁方法还有哪些呢？过碳酸钠其实可以洗衣服，但它的强项是对付衣服的黄斑、汗垢还有臭味，对付蛋白质污垢效果最好。洗衣前先泡好过碳酸钠水，运动衣、毛巾、袜子这类容易有臭味的衣物，用过碳酸钠泡一泡，臭味、污渍都清掉了。泡过碳酸钠水后再洗，清洁效果加倍。提醒大家，洗深色衣服前要先测试会不会褪色再洗哦。这次我们也测试沾到油的衣服，用过碳酸钠浸泡再洗的实际效果，结果发现过碳酸钠没办法去掉衣物残留的油渍。清洁污垢还是要对症下药才有效。花家拍过衣物清洁的专题，点右上角资讯栏就可以看整集，赶快收藏起来吧。洗衣机用久了，洗衣槽卡棉屑还会有臭味，请人清洁洗衣机是好办法，但不可能常常找人拆开洗。洗衣机日常保养可以用过碳酸钠清洁除臭，能分解污垢、杀菌除臭。先让洗衣机装水到高水位，10公升水加入约100克过碳酸钠粉，比例依此类推。粉倒进洗衣机水中后，搅拌均匀，看到水面开始冒泡泡，启动机器，让它先洗个5分钟，然后按下暂停键，浸泡静置至少4到6个小时，让过碳酸钠慢慢发挥清洁力，把洗衣机内壁、滤网、管线上的霉菌脏污层带出来。你看，洗衣机脏污浮出来了。过碳酸钠洗洗衣机的效果有够好，这些大家俗称的海苔都飘在水里，用网子捞一捞，哇塞，超多的！洗衣机看起来很干净，想不到其实那么脏耶！把这些脏东西捞掉，再启动一次标准洗衣行程。这时丢一件不要的衣服或毛巾，跟着一起洗，可以帮忙卡脏污，把这些脏污通通洗掉，洗衣槽保养就完成了。建议每2个月清洗一次，固定保养，衣服才能真正洗干净哦。瓦斯炉架的黑垢刷半天都刷不起来，用过碳酸钠泡一泡，很快就干净了。一样用一盆温热水加过碳酸钠，把瓦斯炉架放进去浸泡1小时，拿起来的炉架几乎都干净了，还有脏污的地方稍微刷一刷，胶垢就都掉了。最后用清水冲干净就好喽。泡过碳酸钠不戴手套，这点真的很多人忽略。过碳酸钠是碱性加氧化性物质，长时间接触皮肤会造成刺激，可能会过敏、发痒。使用时务必戴上手套，保护双手。使用清洁剂不要怕麻烦，做好防护，避免造成不舒服哦。小苏打粉很好用，但小苏打粉不好溶解。使用小苏打粉有诀窍，搞清楚才更好用。小苏打粉也是受欢迎的天然清洁剂，但很多人都搞错小苏打粉的用法，尤其是拿小苏打粉清洁洗衣机，这可是会让洗衣机报销哦。小苏打粉虽然可以去污除臭，但它最好用的功能是去油污，对付油垢超有效。用小苏打粉清洁洗衣机可就大错特错了。小苏打粉很难完全溶解，看这个杯子加了小苏打粉，比例没抓好就沉淀了，这都证明了小苏打粉无法完全溶于水中。洗衣槽加小苏打粉容易沉淀卡在洗衣槽，反而让洗衣机坏掉，所以千万别再用小苏打粉洗洗衣槽喽。过去很多天然清洁的书都教大家小苏打加醋产生泡泡有清洁效果，但小苏打加醋等于酸碱中和，中和了不就无效吗？小苏打跟醋可以有效去油污，只是要用对时机。小苏打跟醋加在一起会冒泡，产生的泡泡可以帮忙松动脏污。油腻腻的流理台的排水口，撒上小苏打粉后静置10分钟，等小苏打附着到油污上，再倒上白醋，看到冒泡，再用旧牙刷或菜瓜布刷一刷，气泡带动，让油垢脱落，更好刷干净，油污就能轻松清除。
抽油机的集油杯也超适合用这个方法清洁。集油杯的油污又厚又黏，先用纸巾把大部分的油污擦掉，将小苏打粉倒在集油杯上，不要急，先等个10分钟，让小苏打粉吸附到油污上，接着加一点醋，产生气泡，让油污松动起来，再用牙刷刷一刷，把油污刷掉后冲洗，集油杯超干净，而且摸起来完全不黏腻。不能用过碳酸钠、小苏打处理的脏污，又该怎么清洁呢？先从家里普遍都有的木制品来说吧。日常保养可用木制品专用的清洁剂，依照说明比例稀释后，就能擦拭清洁木制品。许多人家里都有木地板，现在有许多木地板专用清洁剂，一样也是稀释一定比例后就能使用，直接加在扫拖机器人的水箱或加入拖地水内，就能边拖地边清洁保养木地板，十分方便。水壶、电锅、玻璃上的水垢，用柠檬酸来清洁很有效。可用200ml温水加入10克柠檬酸，以约5%的比例来调配。柠檬酸倒入不锈钢材质的电锅，浸泡2小时左右，就能轻松把水垢刷起来。玉石玻璃很容易有水垢，把柠檬酸水装在喷瓶里，喷在玻璃上，搭配纸巾跟保鲜膜加强湿敷，等待1小时，让水垢软化，玉石玻璃上的水垢就能轻松刷干净。水垢类污渍用酸对付最有效，挑选含有柠檬酸成分的，除水垢效果才好哦。最后，我们要来测试一下都市传说专科洗面乳，竟然是超好用的清洁神器。小编有瓶过期的专科洗面乳，今天就来试试看。炉台超油腻，把专科洗面乳挤到油污上，用牙刷刷一刷，把洗面乳抹开，接着等待半小时，加一点点水刷过后，将瓦斯炉台擦干净。哇塞，油污真的去了一大半耶！还带有一点淡淡的洗面乳香味，效果不错，不是传说，真的可以试试看。不知道其他品牌的洗面乳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效果？有试过的蛙粉们分享一下吧。现在问题来喽，留言告诉我们你用过最推荐、最爱用的清洁商品是哪一款，就有机会获得蛙家的神秘好礼，快来留言吧！过碳酸钠、小苏打粉、柠檬酸，还有市售的清洁剂，其实都有用，但清洁用品要用对方法、用对地方，才能有最佳清洁效果。希望大家都能更省时省力，轻松打扫。亲爱的蛙粉们，下次见喽！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点击下方超级感谢，用行动支持我们做更多实用的影片，也能追踪 IG 获得更多灵感哦。最后记得锁定蛙家每周3更新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